小伙伴，想象一下，你每年给国家交将近1万欧元的医保费，结果胃疼得半死，打电话预约，前台一听你是公立医保，温柔地把你发配到了3个月以后。就在挂断电话的下一秒，你身边那个交钱比你还少的私立医保同事打过去，前台瞬间换了一副面孔。明天早上9点你看方便吗？是不是觉得非常离谱？先别急着骂德国医生没有医德，今天我有几组内部数据告诉你，在德国医生看人下菜碟真的是为医保制度逼出来的。看懂这个视频，你才知道你的血汗钱到底填了什么坑。在德国看病这件事其实被折叠成了2个平行宇宙，一个是法定医疗保险 gesetzliche Krankenversicherung，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公立医保，一个是私人医疗保险 private Krankenversicherung。 政府非常粗暴地划了一条阶级分界线，叫做法定收入门槛。现在的门槛已经一路狂飙，暴涨到了年薪77400欧元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只要你的年收入没有跨过这条线，不好意思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你都被强制锁死在了公立医保的池子里。全德国差不多90%的打工人都在这里头卷。公立医保的口号喊得叫一个感人，团结互助。说白了就是按工资比例扣钱，工资越高扣得越多。对于经常拿满底薪基数的大厂卷王们来说，算上公司给你交的那一半，你每个月的医保和护理险扣款最高能达到将近1200欧元。一年下来，这1万多欧元就这么灰飞烟灭了。但这还不是最坑的，最坑的是你花天价买到的待遇。每月交1000多欧元的你，跟那些每月只交几十欧甚至拿公民津贴1分钱不交的人，看病的优先级是绝对平等的。在德国，只要你年薪不到77400欧元，你就别幻想自己是什么精英。说白了，你就是被系统精准锁定的一台赛博供血机。政府不仅把你薅秃了去精准扶贫，填补底层的窟窿，还要让你用漫长的等待时间去换取他们口中的全民医疗平等。至于那10%的私保高收入人群，这里的游戏规则完全不同。私立保险不看你赚多少钱，只看你的年龄和健康状况。很多年轻的高薪族保费交的比你的公保还少，享受的却是随叫随到的帝王级服务。那为什么很多诊所只对这些私立 VIP 卑躬屈膝呢？注意了小伙伴，全篇最反直觉的知识点来了。你是不是以为看一次病，公立医保就会老老实实给医生结一次账？你这就大错特错了。医生的电脑里其实光明正大的装着2套账本，第一套是给公立病人的廉价包月套餐。对于公立病人，特别是那些让你排队排到绝望的专科医生，比如皮肤科、眼科、骨科等等，实行的是一套极其奇葩的季度预算封顶制。不仅总预算有上限，公立医保给医生结算的核心叫做季度固定诊疗费。翻译成人话就是，不管你这个季度往诊所跑了10趟还是8趟，医生通常只能从医保系统拿到一笔固定的季度诊疗费。很多专科大概也就20-30欧元左右。更绝的是，一旦诊所看公立病人的总额度刷爆了医保系统给的季度预算，接下来医生再给你看病，单次问诊的收益就会被打骨折。说难听点，有时候连一次性手套和仪器的电费都覆盖不了，几乎是纯纯的义务劳动。但第2套给私立病人的账本，那就是医生眼中的印钞机了。私立病人不走什么预算封顶，人家走的是医生收费目录，按项目收费，医生看病人一次就能多收一次钱，病人要多问2句还能再加笔钱，上不封顶。而且这个收费标准还自带暴击倍数，同样的问诊，同样的时间，医生在私立病人身上可以直接乘以2.3倍的系数。要是稍微费点事儿，甚至能拉满到3.5倍。一边是看一次封顶20-30欧，超额后收入大幅缩水的公保病人，另一边是按动作计费，客单价翻几倍的私保榜一大哥。换作你是诊所老板，眼看这个月预算快用完了，你会先给谁看病？了解这个底层逻辑，你再去体验一下德国诊所前台的变脸绝活，简直丝滑的不行。一个德国诊所的季度真实生态是这样的：每个季度初进度调20%，预算刚刷新，血条满满，前台大妈其乐融融，来随便看，明天就能看。季中进度调70%，预算用掉大半了，前台开始战术性控场。公保啊，最快能给您约到6个星期以后了哦。季度末进度调100%，预算见顶，触发防御机制。你打电话过去，哪怕脚趾头都肿成萝卜了，前台只会化身无情的 AI 机器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边的预约已经排满了，最早可能只能约到下个季度了。这不是段子，
德国官方电视台 ZDF 和几大智库做过神秘病人暗访测试，分别以公保和私保的身份，用完全一样的病情打电话去同一家诊所预约，得出的结论极其扎心。公保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永远是私保病人的2倍甚至3倍更长。根据德国私立医保研究所 VEP 发布的硬核数据，在德国只有大约 10.4% 的人拥有私立医保，但是这 10% 的人却贡献了全德国门诊医生高达 21.4% 的总收入。在很多专科，比如皮肤科、眼科，一半甚至更多的收入都是这帮私保 VIP 用银子砸出来的，他们才是真正的衣食父母啊！你说医生敢怠慢吗？好，算完这笔账，小伙伴看懂德国这套双轨制真正的精明之处了吗？政府通过强制医保制度，保证绝大多数人都能看得起病，维持住了全民医疗保障的人设，同时又通过各种预算制度控制医疗支出的增长。但问题是，医疗资源本身是有限的，当制度一边限制医生的收入空间，一边又要求他们接收越来越多的患者时，医生会自然的把更多时间和资源留给那些能带来更高收入的患者。于是最后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局面，90%的人在公保系统里排队，撑起了福利国家的门面，而真正让很多门诊能正常运转的是那10%的私保患者。很多人以为全民免费医疗的福利社会简直就是人间天堂，但这世界上怎么可能有免费的午餐呢？在双轨制下，买单的永远是那些按时交税、老实本分却没有选择权的中产打工人。我是小雨，让我们一起做个清醒的局内人，下次见。